山下就是我们今天来的第一站，布列塔尼是法国重要的生蚝产地。山下的这座海滨小镇名字叫做冈嘎勒。冈嘎勒小镇是布列塔尼重要的生蚝产地之一。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在网上报名参加当地生蚝养殖场体验活动。在养殖场的边上就有小镇常年开设的生蚝市集，可以在那里买到价格实惠且绝对新鲜的生蚝。生蚝集市就在小镇的灯塔边上，很容易找到。这里一座座蓝白相间的小棚子，就是冈嘎勒最有名的生蚝市集，在这里可以买到最新鲜的生蚝。红薯，喂，哦，这就是那个红薯。喂，我们非常多的包哎，喂。哦，就是那个平的那个。Ouais, c'est le prix. Ça, c'est la spécialité potager, c'est ça? Ouais. Alors les deux sont d'ici, mais c'est l'huître d'origine, effectivement, c'est la place. D'accord, ok. Parce que la forme, c'est vraiment. Là, vous l'avez en numéro 2 et vous l'avez encore en plus gros en numéro 0. D'accord. Ça, c'est quoi? Et ça, c'est ce qu'on appelle le pied de cheval. C'est celle-ci, mais qui est devenue très grande. Celle-ci, elle a 5 ans, celle-ci en a 4. Ah, ça, c'est mange pas là. C'est pas la saison, on n'en a pas en ce moment, mais ça se mange. D'accord. 布列塔尼的生蚝有2个品种，一种是大家非常常见的这个形状的生蚝，还有一种比较特别，是一个扁平形状的，但是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品种。这里的生蚝产业做的还是真的非常的完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上面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吃完的生蚝壳就直接扔在海边，所以这里经年累月堆成了一座生蚝的小山。然后还有专门为柠檬设置的垃圾桶。我们买了2种不同品种的生蚝来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刚刚买的时候，店家特意提醒我们说，先从我们最常见的这种生蚝开始吃起，然后最后再尝这种扁平的生蚝，因为他说这种扁平的生蚝的品味更加的厚重，更加的厚重。好了，我们来尝一下吧。大家可以看到这里2种生蚝的里面的肉的颜色还有形状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扁平的当地特色的生蚝，肉质的颜色更加的偏棕黄色。这吃完生蚝扔生蚝壳的动作，怎么有点像在许愿池许愿的感觉？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吃完生蚝的感受。个人觉得，一般人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这种扁平的生蚝。这种生蚝的肉质里面有一种涩涩的味道，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品尝生蚝的季节不太对，因为在法国有一个说法，吃生蚝的最好的季节就是法语单词结尾带有 a 的月份，也就是一年当中的9月份、10月份、11月份和12月份。现在是7月中旬，可能生蚝还在成长期，并没有大家尝到的生蚝肉质里的奶香味儿。看着海景，品尝完当地的生蚝，我们要前往布列塔尼的最后一站龙虾岛。哎，远处可以看到那个昨天的圣米歇尔山。哎，对，那是圣米歇尔山。我的天哪！哟，我天，这是什么情况？这怎么这个车烧了呀？哇，好大的味道！哇，这一排完了。
烧烤吧。天哪！我的天哪！对面这真的是 BBQ 的呀。完了，假期就在高速上面过去了。可以拿出毯子，拿出椅子，晒太阳了。还几分钟了。我们算是包船渡海。在最后一刻赶上了渡轮，海的对面就是我们要去的龙虾岛。为什么叫龙虾岛呢？据说这个岛上在落潮之后，可以在礁石上面找到很多著名的法国蓝龙虾。龙虾岛本名叫布雷阿岛，岛上常住居民不到400人。由于当地大部分道路非常狭窄曲折，另外岛的面积也很小，只有不到3.2平方公里。同时，为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所以岛上禁止汽车通行。不过，路上有时会偶然碰上农用车辆和用拖拉机牵引的观光车。海退潮之后，滩涂上留下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看着像葡萄一样，就叫它海葡萄吧。有知道的网友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到达小镇入口时已经快4点半，离岛的最后一班渡轮是晚上7点。考虑到时间不充裕，所以租了自行车。一开始计划骑车前往离租车地最远的灯塔游览，谷歌地图显示只要15分钟。可是由于不熟悉地形，我们兜转，还不巧中途自行车掉链子，结果最终到达前往灯塔的步行小道入口时，已经是下午5点半。由于还车时间是晚上6点，所以走了一半的步道，我们只好遗憾返程。不过路途上骑自行车兜转，伴着清爽的海风，也欣赏了小镇的风光，感受了恬静的法国田园氛围。虽有遗憾，也算是不虚此行。视频的最后，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视角，感受一下小岛的风光。我是胖虎，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频道，转评赞3连。我会持续更新我在法国的旅游和生活日常，我们下个视频见。